什么事啊，秋雨？这神神秘秘的，什么事不能让我老公知道？你这整的像什么大事要发生一样。嘘，婉儿，你小声点，这已经不是严不严重的事情了，这是关乎人命的事情。你们之前在医院的体检报告出来了，你老公陈默，他检查出了乳腺癌，已经是晚期了。什么？乳腺癌？晚期？哎呀，秋雨，你是不是弄错了？我老公一个大男人，怎么可能会得乳腺癌？哎呀，婉儿，我们是闺蜜，我怎么可能拿这种事情骗你呢？婉儿，我说的都是真的。陈默他不只是乳腺癌这么简单，报告上显示已经逐渐向肝脏扩散了。现在他的情况非常紧急，必须马上进行手术，要不然等癌细胞扩散的话，想保命都难了。怎么会？秋雨，你一定要救救我老公啊！但是婉儿，这种大型的手术必须有顶级的专家才能有把握，而且手术费会非常高。非常高？多少钱？至少要50万。50万？不过你要是觉得手术费用太高的话，不行，我就算是倾家荡产，我也得让陈默做上这场手术。婉儿，这张卡里有2万块钱，算是我们对你的一点帮助。我回去就尽快预约医生，给你老公安排手术。谢谢你啊，秋雨。我说你俩在那儿嘀咕啥呢？啊！我现在饿了，赶紧去做饭呢。等一下，老公。等什么等啊？他妈一早上没吃饭了，你快点。我先送一下秋雨，马上就回来。俩妮子神神秘秘说啥呢？会有什么事情瞒着我？婉儿，一定要尽快啊！乳腺癌晚期这种手术，千万不能拖得太久啊！无论如何，那50万我一定会凑齐的。乳腺癌？江婉得了乳腺癌，还要花50万做手术？妈的，娶了她真晦气！老公，你玩好啦？江婉，你是不是事儿瞒着我呀？啊？说呀！老公，我怎么可能会有事瞒着你呢？老公，你刚刚不是说肚子饿了吗？我现在去买菜，你想吃什么？我什么也不想吃，我看着没气，还愣着干什么？去呀！喂，程姐，是我江婉，就是上次策划案的那个奖金，您能不能给我先提前预支一点？10万？真的吗？谢谢你啊！好，我这就把卡号给您发过去。喂，王哥，是这样的，我能跟您那边拿点钱吗？全敢背着我借钱做手术，不行，这钱一定不能放他那儿，必须得我来拿。亲戚朋友借了个遍，总算是凑齐了给老公做手术的50万。现在就等秋雨的消息了，只要秋雨预约到专家，老公就有救了。经理，今天那些钱能一次都取完吗？很抱歉，焦女士，您这张卡里没有钱。怎么会呢？
我这卡里原本有20万的，我找我亲戚又借了些，一共是50万，怎么会没有钱呢？是不是你们弄错了？江女士，你先别着急，我们这边查到您这张卡里原本确实有50万，不过什么？这钱2个小时之前被一个账户叫陈木的人转走的，请问你们认识吗？被我老公取走了？他确实知道我的密码，不过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原来是江女士的老公啊！至于他为什么这么做，您回家问问不就知道了。好吧。喂，老公，怎么啦？死哪儿去了？马上给老子滚回来！我有事儿跟你讲。好，我马上就回来。老公，我卡里那50万是不是被你转走了？你快给我，那钱我有急用的。还给你？做梦！你今天是不是背着我到处跟别人借钱啊？啊？你背着我跟别人借那么多钱，你想干嘛呀？啊？我说呀，哑巴了！老公，你听我解释，那个钱我不是给自己用的。上次秋雨来我们家，他给我的那个体检报告上面说你得了癌症，还是个晚期。我得了癌症？不是的，老公，您误会了，我没有得癌症。还装呢？我都听见了啊！说你得了癌症晚期，活不了几天了。现在跑来跟我要这个钱，不就是为了想做手术保住这条贱命吗？老公，那50万确实是救命的钱，但是……行，没有但是啊！你这个情况我查过，就算是治好了，这下半辈子也是废人一个，还留着你有什么用啊？你该不会指望我还能照顾你下半辈子吧？就别做白日梦了。要我说呀，你都已经癌症晚期了，你认命不行吗？就是啊，嫂子，你不是一直都是女强人吗？难不成现在贪生怕死了？老公，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。医院那边我已经让秋雨去安排了，过段时间就能预约到专家号做手术了。可是要是没有这50万，到时候就算预约到了也没有用了呀。老公，你别这样了，现在把钱拿过来，以前还有机会啊。够了，江婉，你别在这恶心我了。我告诉你，就算是约到了专家，你觉得就你这条贱命，值得我拿50万去救吗？陈默，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我最后说一遍，这癌症手术我们谁也等不起谁。要是错过了这次机会，到时候想后悔都来不及了呀。后悔？我为什么后悔啊？我实话告诉你，这个钱我给谁都不可能给你。刚好我妹看上一套房，这钱我已经给她转过去了。什么？买房？丽丽，钱是不是还在你的手里？你快给我！你这人有毛病是吧？那钱是我哥拿给我的，那就是我的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再说了，那钱我已经转给房产顾问了，花完了。那你赶紧去退了呀，跟他们打电话说这个房子我买不了。这买房合同我都已经签了，我朋友他们都知道我要买房了，还让我带他们去新房里参加 party 呢。你现在让我退，让我在他们面前怎么抬得起头？面子？难道你的面子比亲人的性命还重要吗？亲人？老公，那50万里有20万都是我这些年辛辛苦苦攒的，那30万是我借遍了亲朋好友，好不容易才凑齐的。你赶紧让丽丽把房子退了，不然到时候后悔都来不及了呀。哼，我后悔啊！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儿就是娶了你，不但不会伺候人，而且还是个短命鬼。你不是朋友多能借钱吗？那你就再去借呀！我倒想看看你还能借多少钱。老公，你怎么回事？我都是为了你，我才一个个去求人借钱。现在我身边朋友都被我借遍了，我还能找谁借啊？够了，江婉，你别再说了好不好？你口口声声说是为了我，为了我，
你就是一个贪生怕死的人啊！好，你们不退房是吧？好，我来退。哎，敢抢我手机，还给我！臭不要脸的！江婉，你竟然敢推我们家丽丽！够了，江婉，闹够了没有？江婉，闹够了没有？陈默，你居然打我！你知不知道那50万他是救命的钱？没有那笔钱，医院是不可能给我们做手术的。我知道丽丽好面子，可是面子都有命重要吗？你这条贱命呀，怎么能比我们家丽丽的面子还重要呢？江婉呀，不是我说你，那可是癌症，还是晚期，你觉得还有治的必要吗？妈，你怎么……行了，江婉，这房子已经买了，这钱与其花在你身上，还不如用来给丽丽买房呢。你呢，作为丽丽的嫂子，最后再做点牺牲，也是应该的吧？牺牲？你要我为他牺牲，可是……喂，秋雨，婉儿，你的运气真的是太好了。今天我们医院来了一位乳腺癌专家，我给你争取到了一个名额。你那50万的手术费凑够了没？赶紧来医院交费，交完马上就可以安排手术了。跟谁打电话呢？啊？我是江婉的老公陈木，这个手术我来做决定。我告诉你，这个手术我们不做，这个名额我们也不要了。什么？不做了？陈默，你知道有多少人想要这个名额吗？你要是放弃这个名额，下次可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了。这样拖下去就没命了。你确定要放弃？我确定。不行，喂，秋雨，不能放弃，我们一定不能放弃。我这几天我就把50万给你送过去。老公，就当是我求你了，你们赶紧把房子退了，把钱要回来吧。等治好了病，我们再赚钱，重新买一个新的房子，好不好？到时候买个更好的，买个大别墅。江婉，你还要不要点脸了？你一个得了癌症晚期的人，你在这大言不惭的说买别墅啊？你配吗？你跟我哥抢什么抢？你有功夫在这儿撒野，还不如早点给自己找块风水宝地，免得到时候死了都没人给你买。秋雨是吧？我最后再跟你讲一遍，这个名额我们不要了，这个手术我们也不做了，因为江婉她不配。你说什么？江婉不配？你的意思是江婉得了癌症，你不想让她做这个手术？你让我拿50万去买她这条贱命，你觉得我会吗？你好啊，你陈默。最后再问你一遍，这个手术你不做了是吗？我非常确定。好，那后续造成的一切后果都由你自己来承担。不行，江婉，现在你不仅钱没了，连手术的名额也没了，你就等死吧！我告诉你，你想坑我呀，没门儿！完了，都完了！陈默，你个混蛋，你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？我当然知道我在做什么，我警告你啊，你借的这些钱你自己去还，别想从我这儿拿到1分钱。不过你也是个快死的人了，应该不会有人会跟一个死人去计较吧？既然这样的话，我还得谢谢你了。陈默，你这是在找死！我做这些都是为了你。陈默，还有你们，看清楚了，得了癌症要做手术的人究竟是谁？
这种晦气东西有什么好看的？江婉，你以为你拿个破报告单出来，我们一家人就会同情你了？就是，先不说你现在死没死，就算是你今天死在我们眼前，我们都懒得多看你一眼。哼！江婉，你说你一个快死的人，你还回来干嘛呀？要万一给我们传染上了怎么办？你怎么想的？陈默，你放心好了，如果哪天我得了癌症，我一定不会拖累你们，我一定死得远远的。倒是你们，等哪天知道真相的时候，可不要后悔。哎呀，行了，江婉，你还在这装呢？真相不就摆在眼前吗？真相就是你这个贪生怕死的胆小鬼，恬不知耻去借钱，现在想治病做手术，还想赖着我们。陈默，我算是看清楚你是个什么样的人了。今天是你自己把后路给断了，等你知道真相的那一天，恐怕就来不及了。过几天发现啥？发现你没气儿了，然后我就会后悔了。我告诉你，我要是拿着50万去救你，我才是真的后悔。就是，就凭我儿子陈默这身材长相，等你死了，那还不随随便便娶个富家千金？江婉，你也别怪我们绝情，我们这可是未雨绸缪。你换个角度想想，如果今天得癌症的是我儿子陈默，你会砸锅卖铁的来救他？你会像今天这样怕自己死了，到处低三下四的借钱救他吗？别闹了，你不会的。你怎么知道我就不会砸锅卖铁的去救他？哼，你们一家子人都是为了钱，就以为别人也是这样的人？陈默，我告诉你，如果哪天我得了癌症，我说不定还真会放弃。可如果是你，我一定会救。不过那是之前了，至于现在，我已经看清了你们的真面目。够了，够了！你这说的比唱的还好听，还放弃自己来救我儿子陈默，一句话说出来，你自己都不信吧？江婉，我承认，咱俩结婚以来，你做的确实还不错。我呢，对你还是有些感情在的。但是吧，毕竟这同林之鸟也各有所非吧。我总不能因为你一个快死的人，毁了我的后半辈子吧？好一个同林之鸟，各有所非。那陈默，你又想往哪儿飞呢？哎，这你就别管啊！正好呢，趁你现在还没死，咱俩把婚离了吧。离婚？我这么全心全意的对你，到头来就换来一句离婚？怎么，你还不愿意了？你一个将死之人，还想恬不知耻的赖着我，让我给你一个癌症兜底啊？就是，你怎么就这么无耻啊？我无耻？这可是你说的，同林之鸟，各有所非，不就是离婚吗？好，我答应你。不过陈默，我告诉你，等哪天你知道真相，追悔莫及，跪下来求我的时候，你可不要后悔。我跪下来求你？哼，你也不看看自己是个什么东西！要是你真的没了，老子高兴还来不及呢。行，明天我们就去民政局把手续办了吧。好啊，那我可就太高兴了，我可就……婉儿，我说的都是真的，陈默他不只是乳腺癌那么简单，报告上显示已经逐渐向肝脏扩散了，现在他的情况非常紧急，必须立马进行手术，要不然等癌细胞扩散的话，想保命都难了。陈默，我最后再劝你一次，找时间去医院看看吧。把你脏手拿开！你在这装好人呢？我可不会同情你啊！还让我去医院？我身体好着呢。我话已经说完了，至于听不听是你们的事情，不要到最后自己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哎，你这个恶妇，你都得了癌症，快死了，还在这诅咒我！好言难劝，该死的鬼！江婉，你再说我哥一次试试，你信不信我弄死你？赶紧给我滚，这里不欢迎你！什么东西？
爸，我明天得去公司一趟，我们现在还没有离婚，我怕他去公司到处找别人借钱。他借钱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哎呀，妈，我俩毕竟现在还没有离婚，他要是跟别人借了钱，我可不想承担这后果呀。哦，对，明天一定要去公司，别让他得逞了。江婉姐这脑子呀，可不是我们一般人能比的。在我们宏图科技里面，只有她出的策划方案，才能一次性让客户满意。这换做别人，谁能做到？切，这有什么好显摆的？他那些策划案，难不成还能一天整出来？怎么能这么说呢？这可是费脑子的事情，当然要把各个方面都考虑到。我可是听说之前有不少有名的大公司想把他挖走呢，不过被他给拒了，所以才一直留在宏图科技。说白了，他也只不过跟我们一样是个底层的小员工，搞得像离了他，宏图科技就干不下去了一样。时代变了。哎，我听说咱们老板请人研发了一套 AI 系统，用那个策划方案，速度可不是靠脑子想能比。等那个系统正式开始运营，像他这种只会搞人工策划，这就被开除。现在的 AI 科技确实厉害，不过也不要看不起我们积累的经验。如果只会一味的使用科技的话，迟早有一天会吃亏的。婉儿姐，你别生气，他就是没见识过你的本事。不过我可是知道的。切，他有什么本事啊？不就是那个笔画几下？出了这宏图科技的大门，谁要你啊？喂，你好。你好，江小姐，我是韩氏集团的总裁韩林，不知道江小姐考虑的怎么样了？只要你能离开宏图科技，跟着我干，我可以直接让你担任总管的位置。至于薪资，你定就行。谢谢韩总，我在宏图科技挺好的，暂时没有离职的打算。江小姐，我还是希望你能好好考虑一下。这样吧，你什么时候离开宏图科技，我韩氏集团的大门永远为你敞开。韩总，您是韩氏集团新上任的总裁，身价过100亿，这个江婉凭什么值得您这么对待？而且他居然敢不答应！你可不能小看这个江婉，国外的专家从上千万份的策划案中筛选研究，只要经他手做的策划，全部都是最优解，没有更好的。现在你觉得值得吗？那他为什么甘愿待在一个小小的宏图科技啊？这也是我疑惑的地方。要是没有江小姐，宏图科技不可能有今天，早就宣布破产了。那岂不是说江婉的去留决定着宏图科技的生死？可以这么说。我得到消息，国外一家世界顶级的企业就是因为看中了他做的策划，所以决定和宏图科技合作一个20亿的项目。20亿？行了，与其在这儿聊天，不如回去好好学习一下。做任何事情都是有技巧的。哟，都什么时候了，还忙着聊工作呢？你怎么还没去医院啊？你这么想要命啊？江婉，你装模作样的到底要给谁看？我觉得你才是应该关心自己的那个人吧，毕竟可不是谁都像你一样就快要死了。陈大哥，是不是婉儿姐又忙工作没回家呀？你别生气，主要是婉儿姐能力强，所以工作量比我们都多。怎么？原来你们不知道啊？好啊，那我就告诉你们，你们口里的这个婉儿姐啊，得了癌症，还是晚期，就快要死了。不能，这不是真的吗？陈默，这里是公司，不是让你胡闹的地方，你赶紧给我回去。怎么？我也是宏图科技的员工啊，你凭什么赶我回去啊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你想把我赶走，然后开口跟大家借钱吧？关键不是这不成问题。大家听着啊，这个江婉贪生怕死，之所以现在还来这上班呢，就是为了找借口跟你们借钱呢。真的不会吧？不过嘛，你们借钱还是不借，我管不着，因为我们明天就要离婚了。你们要是谁给他借了钱，他要是死了，可别来找我啊！这话说的太光景好可怜呢。毕竟啊，我可不会替一个死人去还这个钱。我倒是想看看
有谁愿意给你这个快死的人借这个钱？恐怕要让你失望了。你以为你断的是我的后路，其实是在自断生路。江晚，你都快死的人了，你还在这咒我？我看你才是那个心肠歹毒、最不要脸的那个。你怎么？你还不服气呀？还要打我呀？来呀，打呀！打起来了！你啊！江晚，你竟然敢动手！你敢打我！大家都听见了，是你自己要我打的，我只不过是在满足你的要求罢了。好啊，你江晚，现在脾气见长了是吧？看我不收拾你！你们不好好上班，围在这儿干什么？婷姐，你看，你们在公司吵什么吵？这里是吵架的地方吗？再说你们俩是夫妻，这样成何体统？哎呀，婷姐，你不知道，我和江晚啊，马上就要离婚了。你们这怎么回事？哎呀，婷姐，江晚她得了癌症，一直瞒着我就不说了，还到处借钱，这到时候都得我来还。你那10万怕是要打水漂了，医生都说了，就她现在这个状态，活不了几天了。那我岂不是过几天就见不到他了？对呀，就江晚现在是个癌症晚期，还看了他的确诊单和体检报告，还有我亲耳听见他跟医生朋友说的话，千真万确。哼，好啊，你个姜文，眼看着自己快死了，还要从我这里骗走10万是吧？骗？婷姐，那10万块钱不本来就是我的奖金吗？是你一直拖着没有给我，我拿着10万块钱去救命，你怎么能说我是骗呢？好啊，你这是眼看自己快死了，都敢给我顶嘴了是吧？我现在就当着大家的面宣布，你被开除了。开除我儿姐，开除江晚姐，开除我？不就是开除你吗？那10万你得原封不动的还给我，要不然有你好看。婷姐，你就听这个人在这3言2语，你就要开除我？开除你又怎么样？你现在马上都要死了，我不开除你留在公司，你到时候死了，我得赔多少钱？婷姐，我在宏图科技这么久，一直任劳任怨、勤勤恳恳的为你拿下了多少合作？就说这次吧，如果不是因为我的策划案，那个50亿的合作项目，你根本不可能拿下的呀！江晚呀，江晚，你脸皮可真是够厚的，可真会给自己脸上贴金呀！实话告诉你，待会儿啊，我请人研发的智能 AI 系统就能正式运行了。在我那花重金研发的智能系统面前，你的策划案犹如一张废纸。废纸？婷姐，这些年我帮你赚了多少钱，你心里不清楚吗？哼，那又怎么样？在我的智能 AI 系统面前，能做得比你更快更好，我留着你有什么用？再说，你要是没得这个癌症呢，我还能多留你一段时间。可现在你快要死了，我还有什么必要在你身上花冤枉钱？是，你那个系统，我承认它确实有一定的作用，可是里面的缺陷也是永久不可能修复的呀。江晚，你都是一个快死的人，你就别在这吹牛了，行不行？哎呀，你随便画那几笔，就想跟婷姐的高科技比较？你做梦吧！行了，不用跟他废话，赶紧把那10万还给我，然后从这里滚蛋。行，那10万块钱，我一定会一分不少的还给你的。陈默，把那10万块钱还给我。我都说了多少遍了，那个钱已经买房子了，你就别再痴心妄想了啊！你不是挺能借的吗？10万块而已，你去借呀！啊，借10万，怎么可能？不想借话说的这么硬气，原来是身上没钱呀！我这公司也不是做慈善的呀，你这10万要是还不上，休想从这里走出去。我也没想到，有婷，我为宏图科技做了这么多，结果你居然卸磨杀驴。好，是我江晚瞎了眼，不就是10万块钱吗？我一个电话就会让人送来，到时候你们不要后悔。哎呦，
一个快死的废物，还敢说让我后悔？你还真是敢说呀！喂，韩总，上次你说的事情我答应了，不过如果您方便的话，我希望您可以来一趟红土科技。哎呀，装的可真像呀！难不成真有傻子愿意接受你这样的废物？你不会真把自己当个人物了吧？我为公司做了这么多业绩，你平时跟我好的跟姐妹一样，原来这才是你的真面目。切，你算个什么东西啊？你不过就会做几个策划案而已，还想我这个当老板的跟你当姐妹？你是真傻还是假傻呀？哎，既然这样，你放心，钱马上就会有人送过我，到时候我会入职韩氏集团。不过你之前一直商定的那个20亿的项目，可能就要泡汤了。啊？到时候你别后悔就行。哎呦，韩氏集团，江文你可真敢说呢！那可是全国排名前3的顶尖集团，就你这样的底层员工，凭什么进韩氏集团？你们几个把他给我看住了！我才不去！今天你要是还不上这10万，休想走出公司大门！走，跟我去宏图科技。韩总，怎么了？你突然这么兴奋？江晚答应加入韩氏集团了，你准备一下，我们马上去宏图科技接他。是。婷姐，我今天的表现还不错吧？很好，幸亏你公布了江晚有病，不然我真就白白损失10万了。婷姐，那我们……我知道你在想什么，不过现在钱还没有拿到手，我们还是得收敛一点。等你跟江晚离了婚呢，我们就能光明正大的在一起了。行，反正他也活不了几天了，等我跟他领了证儿，我们在一起快活快活。你真是的，讨厌！别着急嘛，等我们先把江晚赶走了再说。行，那就赶紧把钱要回来，然后再把他赶走，我们就可以继续快活了。江晚，你不是说有人来给你送钱吗？钱呢？该不会你嘴里说的韩氏集团是假的吧？急什么？钱马上就送到了。行了吧，江晚，你不过就是个稍微懂点策划的小员工而已。我这宏图科技都不要你，你还指望韩氏集团那样的龙头企业能够看上你？就是，你真是不照照镜子，看看自己几斤几两啊，一点自知之明都没有。柳婷，你就听陈母在你身边胡编乱造，你真以为弄个什么智能 AI 系统就能够代替我？不然呢？我告诉你，就你弄的那个破东西，没有一家大公司会选择跟你合作呢。到时候你就会知道，赶我走是你做过最大的错误。不过到那个时候，后悔也没用。江晚，你闭嘴！你真的以为你每天做的那个东西是什么很了不起的事儿吗？你有什么资格来威胁婷姐？婷姐现在手上有智能 AI， 宏图科技只会蒸蒸日上，越来越好。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不要脸？别说是你快死了，就算是你没病，那也比得上我重金研发的智能 AI。是吗？明天合作方就要过来了，到时候你可别后悔。行行，我不想在这听你废话，赶紧把那10万还给我。你要是还不上，就别怪我亲自动手。好你个江晚，你敢推我！我小小的10万块，就敢这么对待江小姐？你们宏图科技还真是一群蠢货。你是韩氏集团新任总裁韩林韩总？你还挺有眼光。没错，我就是韩林。江小姐，这里有100万，都是你的，
100万，这么多。那就谢谢韩总了。这是你要的10万块钱，还给你。从今往后，我们两不相欠。韩总，他不过就是我手底下一个小小的员工而已，也没什么大本事的。他有什么地方值得您这么重视？蠢货，真没想到江小姐在你眼里就只是个普通的员工。不过在我这儿，江小姐的能力可不是谁都能比得了的。江小姐，非常荣幸你能加入韩氏集团，我都已经给你安排好了，以后都会有专车接送你上下班。至于薪资，年薪500万，怎么样？500万！谢谢韩总看得起我，能够帮到韩总是我的荣幸，我一定不会辜负您的一番好心。不是，他凭什么配得上500万的年薪，还专车接送？对呀，韩总，即便是韩氏集团家大业大的，你也没有必要浪费在他身上吧？就他那点本事，也配您开500万的年薪？刘老板，说起来，我还是要感谢你，你竟然把江小姐这个帮你拿下这么多合作的专业人士给开除了。真不知道你们这宏图科技没了江小姐还能撑几天啊？这话什么意思？我这硕大的公司没了他就不行了？韩总，您该不会以为海外的大集团过来跟我合作都是因为他吧？真不知道你们这一无是处的宏图科技没了江小姐坐镇，还有什么值得别人来寻求合作的？哼，那韩总您这次可真就猜错了。告诉你，上个月我刚抵押了5个亿，请人给我研发了一套智能 AI 系统。正是因为有了这套智能 AI 强大的算法，才能引来那20亿的合作项目。你还真是挺有魄力的，为了一套机器抵押5个亿，那看来我之前还真说错了。知道错了就好。我知道韩总您刚接任韩氏集团不久，不懂的地方还很多，还得多学。哼，就是，我想你理解错了。我说错了，是因为你不仅开除了江小姐，还为了一套破机器抵押5个亿，那你这合作肯定泡汤了。你们这宏图科技不仅仅是撑不下去这么简单，而是破产。你胡说什么呢你？刘老板，你先别激动，我刚听说明天早上你们的合作方就会来这里预选方案。现在没了江小姐，你这机器生产出来的东西怎么可能让人满意？那你这合作不就没有了？不过你到时候可以联系我助理，我不介意继续接受这个合作。刘老板放心，如果你愿意把20几个亿的合同让给我们的话，我们一定不会亏待您。到时候啊，给您包一个大大的红包，等您破产了，可以拿这笔钱东山再起。你们不觉得说这话很可笑吗？以为把这个我不要的废物带走，就能抢走我20亿的合作了是吗？他有这个本事，就算有，也已经来不及了。你什么意思？韩总是吧？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陈木啊，目前呢还是江婉的老公。然后呢？我有一个很不妙的消息要带你。我这个刚被开除的老婆呀，已经患癌症，还是晚期，已经活不了几天了。你说的是真的？江小姐真得了癌症？当然，本来呢她是可以活下来，但是吧，她配不上那50万的治疗费呀，所以约到的医疗专家我已经帮她取消了。所以韩总，您现在就算拿50万去救她，也来不及了吧？哼！马上联系旗下所有有关医疗的企业，给我找最好的医疗团队，把最好的专家给我找过来。是，韩总，我马上去安排。韩总，谢谢您的一番好意，但我其实吧，他这种人根本配不上那50万啊！就他这条贱命吧，现在已经晚了，救不活了。没错，确实来不及了。不过这来不及的人不是我，是你。很快你就会知道
什么叫自作孽不可活？我非常理解你现在能说出的这些气话，但是已经毫无意义了。难得韩总愿意替你还这个钱，所以赶紧滚蛋吧。嘿，有道理。哎，韩总，说到底我还得感谢你，帮我解决了个这么大的麻烦。要是他赖上我呀，死在我公司，哎呀，多晦气！柳老板，这种话你也能说得出口？你还真是把无耻贯彻到底呀！哎，韩总，我难道说错了吗？像他这样的底层员工，难道第一时间出了事儿，不是想着跟着谁就讹谁吗？当初我真是瞎了眼，居然会以为你是我的伯乐。不过很快你就会为你今天的行为付出代价。韩总，您放心好了，我的身体没有任何问题。如果可以的话，下半辈子还可以在韩氏集团再工作个几十年。你说的是真的？韩总，如果您不放心的话，我可以去做一个入职体检，我敢保证，一定不会有任何问题的。江小姐，你的身体要是真没问题，那自然是更好。像你这么有能力的人，万一有什么意外，那损失可就大了。不过你要是有什么问题，不需要向我隐瞒，我都可以为你解决。韩总，您的大恩大德，我真的是无以为报了。对了，您不是对那20亿的合作项目感兴趣吗？他们肯定是不会再跟宏图科技合作了，我们赶紧先回去准备一下。好。江婉这个贱人，以为傍上了韩氏集团就能跟我对着干。我手里可是握着20亿的合作项目，根本不是他能想象。婷姐，你手里的这个项目重要吗？当然了，这次的合作方可是驰骋海外的环宇集团。我们要是能跟环宇集团顺利达成合作，就能稳稳傍上这条大腿。到时候呀，我宏图科技就能一飞冲天了。对付韩氏集团，那还不是轻而易举？婷姐，还是你厉害。那当然，可不是那个江婉能比的。其实我更厉害。那今晚就让我看看，到底有多厉害。江小姐，你还有什么需要，直接说就行，不用拘谨。在公司，你的权限仅次于我，不管你有什么需要，都会为你提供便利。谢谢韩总的抬爱，我会好好报答韩氏集团的。就只报答韩氏集团？那我呢？韩总，环宇集团那边有消息传出来了。什么消息？环宇集团在发布会上说了，明天要去宏图科技进行项目合作前的沟通。如果环宇集团真的跟宏图科技合作，那么韩氏集团就危险了。是啊，韩总，那我们可怎么办啊？韩总，我觉得你不用紧张，因为环宇集团和宏图科技的这次合作根本就不可能成功进行的。你的意思是，环宇集团不会和柳婷合作？韩总，你有所不知，这环宇集团在海外拼搏这么多年，之所以一直想要找国内的企业合作，就是为了日后进攻内地市场做准备的。所以他们找宏图科技制定了一份内地全方位的解析攻略。那他们为什么又不和宏图科技合作了？因为制定那样的一个方案，不仅要对市场有一定的调查，还要针对每个公司的特点制定不同的方案。而根据宏图科技现在的情况来看，他们根本就不可能做到这些。可是那个柳婷不是说请人研究了一套什么系统吗？他们研究的那个智能 AI 系统确实有一定的作用，但是那种用软件生成出来的东西还是有一定的缺陷的。我相信环宇集团他们一定看得出来。缺陷？不错，那种用软件生成出来的东西确实很快，不过实际应用起来吧，却会很吃力。环宇集团也不会用那么生硬的东西，
反而会觉得是在糊弄他们。他们需要的这个东西，现在市场上没有人做的比我更好。好，乔小姐，那明天就靠你了。婷姐，你说的那个什么秦总，他什么时候来呀？慌什么？像他那样的人呀，日理万机的，路上耽搁了也说不准，安心等着吧。哎，对了，你去医院的检查结果怎么样？结果还没出来。不过婷姐，你也是，干嘛非得听那个贱人？做检查很麻烦的。婷姐，你看，我把离婚协议书也拿来了，只要江晚把这个离婚协议书签了，就不用再担心这个累赘会赖着我们，到时候他爱死哪儿去死哪儿去。哼，你说这个江晚居然傍上了韩林，这江晚都是个快死的人了，韩林到底看上他什么？管他呢，只要把离婚协议书签了，他爱谁要谁要，跟我没有关系。等这次的合作结束了，我们一起去过二人世界。啊？啊？江晚，你来这儿做什么？江晚，你已经被开除了，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。我带他来的，怎么了？韩总，你不会不知道今天是我跟秦总签约的日子吗？你把他就这么带进来，想捣乱不成？就是啊，婷姐，他们肯定是没安好心，专门来坏咱们好事的。捣乱？你们也太看得起自己了吧？根本都不用我们出手，秦总是不可能跟你们合作的。江晚，我知道被开除了，心里有可能不满，但你也不至于跑来这儿说这种话吧？不过正好你来了，把离婚协议书签了，签了字，你的死活就跟我没有什么关系了。陈默，我签字之前，最后再劝告你一句，有时间去医院看看吧。啊，行了，不用你在这儿假仁假义的，我自己的身体好不好，我心里清楚。正好，这协议你也签了，你可以滚了。慌什么？秦总这还没来呢，我倒要看看，等秦总来了，你们是怎么跟他合作的。江晚，你什么意思？你存心来捣乱的是不是？刘老板，这话你可说错了，谁说要捣乱了？毕竟秦总不和你们合作，还可以选择我们，不是？好啊，那你们就坐在这儿，好好看看我跟秦总是怎么签约的，好让你们死心。那就拭目以待。这就是你们给秦总准备的资料？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已经被开除了，你们就准备用这种东西去糊弄秦总？糊弄？这可是我用系统运算了一整晚才生成出来的方案，你居然说是糊弄？你不会以为宏图科技没了你就不行了吧？行吧，既然你这么自信的话，那我就只能祝你好运了。你不仅应该祝我好运，更应该祝福我跟陈木才是。反正呢，离婚协议已经签了，那我也不妨告诉你，只要这次生意做完，我和婷姐就要去过二人世界了。是吗？就是不知道你还能不能坚持到那个时候。哎呀，江晚你就不用嫉妒了。不知道你在死之前，这位韩总会不会带你去享受享受啊？我享受的日子还多呢，用不着你操心。行了，待会儿秦总马上就过来。等会儿你要是坏我好事，我要你好看。秦总到。秦总，您来了。秦总，您看，这是我们婷姐专门为您准备的方案。刘老板，你做得很好，我想我们这次的合作可以顺利进行了。秦总，在我们合作之前呢，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，不知道什么事？你直接说。这个人呀，是韩氏集团的，总是跟我作对，而且今天来还想破坏我们的合作。您看，能不能动用环宇集团在全球的影响力，
彻底封杀他们韩氏集团。原来就是这种小事，没问题。看见了吧，这就是跟我作对的下场。秦总，你真的不打算看看那个东西的可靠性吗？你是？秦总你好，我是江婉，之前是宏图科技的员工。你就是江婉江女士？嗯。哎呀，哈，我之前看过你做的策划方案，可以说是非常完美。那这一定是你的杰作了。秦总，我已经被宏图科技开除了，那个不是我的作品，所以你最好还是再看看。啊，不是，秦总，您不应该跟一个被开除的小员工讲这些啊！你赶紧把他们赶走，跟我们婷姐谈合作才对啊！啊！天哪！算个什么东西，也敢教我做事？秦总，你怎么能打人呢？你这样，我们以后怎么谈合作？是在威胁我吗？你自己看看，这都是什么东西？也敢拿过来糊弄我？也想让我跟你们帮你办事？当我是傻子吗？你当我是傻子吗？不是，秦总，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你怎么能说我准备的东西是垃圾呢？这可是我把宏图科技抵押了5个亿才研发出来的系统软件呀！刘老板，你弄出来的这东西，如果真有那么实用的话，那秦总为什么不自己找人去研发？还轮得到你？可是之前环宇集团明明很看好我们的，之前你们宏图科技靠的是谁？难道你还不清楚吗？不是这样的，秦老板，你听我解释，我们还有……行了，你不用再废话了。既然你们宏图科技这么没有诚意，那我们这次合作取消吧。啊，江女士，我没想到宏图科技这么有眼无珠，居然把您给开除了。您愿不愿意加入我们环宇科技啊？放心，待遇方面绝对不会亏待您的。秦总，谢谢您的好意，但我已经加入韩氏集团了。不过，如果您不打算跟宏图科技合作的话，可以考虑一下我们韩氏集团。秦总，我相信有江小姐在，我们之间的合作一定会让你满意的。是的，秦总，要是可以有机会深入合作的话，您放心，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。我虽然不了解韩氏集团，但我完全信得过江女士，那就祝我们合作愉快。不可以！他一个快死的人，不值得你这么做。你什么意思？他江婉癌症晚期，马上就要死了。齐总，你别听他胡说，之前江小姐已经跟我讲清楚了，真正得癌症的人是他自己。江小姐好心凑钱给他治病，却被他赶走，自己把钱独吞。你放屁！明明是谁呀？老子他妈正忙着呢！是陈默先生本人吗？您在我们医院的检查结果出来了，很不幸的通知您，查出了乳腺癌症晚期，你的情况实在太危险了，我们医院对此无能为力，您赶紧去找专家治疗吧。陈默，现在你还会觉得得了癌症的那个人是我吗？骗人的，这是骗人的！我都提醒过你多少次了，你有听进去过一次吗？这一切都是你执迷不悟的代价。陈默，你真得乳腺癌了？不，婷姐，这肯定是骗人的。你听我说，我一个大男人，我怎么可能？你现在说什么也没有用了，还记得我之前说的吗？这就是自作孽不可活。你刘婷，我对你们宏图科技非常失望，回去之后我就会下令全球封杀宏图科技，您就等着被破产清算了。不，秦总，你不能这样，我们之前说好。够了，你不用在这里废话了。韩总，江女士，我们还是去贵公司详谈一下后续合作事宜吧。秦总，你请。行。江婉，你不能走，我还是你老公啊！陈默，离婚协议书是你让我签的，从现在开始，你的死活和我没有任何关系了。完了，全完了！婷姐，你得救我！救你！我现在连我自己都救不活！
行了，以后别联系了，分道扬镳吧。不，你不能这么对我。韩总，好消息，跟环宇集团的合作顺利结束了，而且他们还追加了50亿，说要预定下一个项目的合作。有你在，真是帮我解决了不少麻烦。我也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。什么好消息啊？陈木在上周病发，已经离世了。至于柳婷，那天回去之后就破产清算了，现在在一家酒店当保洁。这或许就是他们的命吧。是吧？